我花80万为父母新修了老宅，送他们入住，才发现宅子被人霸占了，房产证上是我公婆的名字，还邀请我们一起去过年。我气急败坏，找到丈夫对峙，他却指责我无理取闹。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分得这么清楚？反正我爸妈已经住进去了，你们要么一起过年，要么滚蛋！我怒火中烧，一边向法院起诉离婚，一边提供证据向派出所举报丈夫办假证，让他锒铛入狱。公婆哭天抢地，我毫不手软。别急，现在轮到你们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爸妈回乡下住，被关在门外。村支书说有一对老夫妇住了进去，他还以为我们把房卖了。我们连连摆手，这绝不可能。我为爸妈特意装修的养老别墅，怎么可能转手卖给其他人？别墅上了锁，我着急地回家取房产证，但房产证不翼而飞。爸妈给我打来电话，是公婆给他们开了门。公婆热情地邀请我们去过年，他们还拿出了房产证。我赶回去一看，最新变更登记日期在1个月前，而我和父母从未进行过操作。我焦躁不已，爸妈拿全部积蓄支持我做生意，还任劳任怨帮我培养女儿，最后怕给我添麻烦，执意回老家生活。为了让他们过得舒坦点，我才全面翻修老宅。而现在被鸠占鹊巢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公婆还想摆酒席昭告所有亲戚，可我父母才是这家的主人。我强忍怒气，要求公婆搬离，或者可以先住到我家。他们和善的表情一变，气势汹汹地质问我：这房子是文聪送我们的，我们凭什么要搬出去？你是陈家人，竟想胳膊往外拐，和他们说不通。父母怕其中有误会，劝我先不要生气。我打电话给出差的丈夫，要求他给我一个解释。他大白天喝得醉醺醺，骂我无理取闹。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分得这么清楚？反正我爸妈已经住进去了，你们要么一起过年，要么滚蛋。我才是一家之主，你少在我面前拿腔作势。他不等我开口，就把电话挂断。我气得头疼。村支书让我去房产局看看，不是本人一般不允许改名字。父母也说他们没写过委托书，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我跑去房产局查看房产记录，房屋没有过户，但房子确实换成我公婆的名字了。而在办理栏中有一个熟悉的人名，恰好是我的丈夫陈文聪，而且卡在我告诉他别墅建好的时候。我咨询工作人员原因，你丈夫手续齐全，携带了相关资料。我不可置信，他非我父母，凭什么能够办理？我要求你们给个合理的解释。工作人员说要15个工作日，而且还不一定能给我明确答复。我父母的房子突然变成别人的了，你们还再三推脱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办公大楼被我叫得震天响，不少人看了过来。我生气得厉害，你们把名字改成我父母，这房子所有权人和登记名字不一致，合理吗？需要登记簿上的人过来改名，或者提供委托证明。我被气笑了。陈文聪能顺顺利利地把我父母的房子给占了，轮到我们就需要这么多名堂了。我打电话给派出所，很确定地告诉他们，我父母没有本人到现场，也未提供委托书。我怀疑有人和陈文聪串通。警察很是为难，告诉我收集证据要一段时间，而且又是家属关系，不好处理。他们愿意先帮忙调解，让我带父母进行备案登记。去派出所不过10来分钟，我抓心挠肺，
陈文聪不愿意配合，反而倒打一耙，让我拿出房产证。我们在电话里争执，警察也没有办法，让我等丈夫回来后，第一时间和他们联系。我理解他们的难处，没有大吵大闹，但陈文聪明显有问题，知道我拿不出房产证，马上到年底了，难道真的让我公婆得逞吗？出神之际，陈文聪给我打来电话：“你爸妈老年痴呆，你也傻，现在已经这样了，你劝劝爸妈，把房子过户了，我们皆大欢喜。”我怒火中烧：“陈文聪，你没良心，我跟你没完！”挂断电话，我咽不下这口恶气，马上去找律师咨询。我一定会让陈文聪付出代价。律师告诉我，即使起诉离婚，财产也要不回来。我眼前一黑，你有没有公检法的朋友，可以请他们帮忙查一查？否则，你既没有房产证，也没有其他可以证明你丈夫诈骗或偷盗的行为，很难成功。你们毕竟是夫妻，能沟通还是尽量沟通吧。我喉头一梗，我要给爸妈翻新养老别墅的时候，陈文聪很是支持。当初我做生意，拿走爸妈，拿出全部积蓄，为了减轻我的负担，他们主动帮我们照顾女儿，公婆一概不管。爸妈还劝我大度，也要给他们翻新。可如今，我无颜面对父母，我心口发闷，恨不得现在回去把老宅推翻。正巧女儿陈欣给我打来电话：“妈，我已经知道情况了，你先别着急。”我忍不住哽咽：“欣欣，你说你爸怎么能这样呢？”陈欣叹了口气，也很是恼火：“妈，你就是性格太急躁了。既然爸非要这样，我们也没必要留情面，绝对不能让他把房子过户了。家里不是有监控吗？我们先把房产证给找到，再去报警。”女儿的话点醒我马上翻出监控，寻找蛛丝马迹。松动的电线让我如遭雷劈，监控早在2个月前就没有记录了，之前被我嫌弃的小型记录仪也罢工了，被人恶意摔坏。女儿一直在安慰我：“没事的，妈妈，你到房间每个地方都找找。”我摇摇头：“之前都找过了，你爸藏积蓄的地方都没有，只有钱。现在即使我去跟陈文聪打官司，或者强行让公婆搬离，都不现实。律师根本不建议我去起诉，他说的委婉，但实际上根本赢不了。而离婚，不但陈文聪会分走1半的家产，我也满足不了父母回家养老的愿望。我的头嗡嗡作响，难道要让陈文聪他们家如愿吗？我在家里无能狂怒，又打又砸，哐当一声，陈文聪的钓鱼竿包包摔了下来。我一摸不对劲，打开一看，真是老天助我！包里面有房屋登记的资料，还有买卖合同，上面根本不是我爸妈的字迹。我精神一振，想要和陈文聪对峙，爸爸阻止我，让我顾念夫妻情谊，不要吵架。我想着还有一个女儿，撕破脸皮，大家都不好看，便和爸爸去找公婆商量。我们在门口站了很久，婆婆才过来开门。怎么过来认错呀？我直截了当地说，该认错的是你们。呵呵，赵荣，你白日做梦呢。我将资料递给她，你好好看看，陈文聪做了些什么？他伪造我爸妈的字迹，作假合同。婆婆面色不善，我不懂你在说啥，真是家门不幸，娶了你这个丧门星，没一天安生。这次文聪回来，我非得让他休了你。他拿着扫帚将我们往外赶，我气得夺过他的扫把，往地下摔。你们家到底要不要脸？老的占亲家房子，小的干违法勾当，也不怕出门被车撞死。你个臭婊子，满嘴喷粪，你全家死光！我们俩对骂了10来分钟，周边的邻居都围了上来。爸爸找来村支书为我家打抱不平，婆婆难敌众怒，
往地上一躺，撒泼打滚的叫嚷我们欺负他。村支书骂他蛮不讲理，被人从后面一推，是我公公溜达回来了，他举着锄头要砸我们。我护住村支书，朝他大吼：你是不是疯了？占了我家祖宅，还想打我们？公公一脸理直气壮：这是我儿子为我们建的养老别墅，我们为什么不能住？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我没忍住，破口大骂：老畜生，你信口雌黄！你那畜生儿子怎么骗的房产局？你不清楚吗？他眼珠快速转动，就是不搭话。爸爸气不过，让他们赶紧搬走。婆婆拍着腿大骂我是搅家精，没门！你们就是想占我家的房子，我恨不得撕烂他的嘴。到底是谁占谁的？这时陈文聪终于回来了，他拎着我爸的衣领，非要闹腾。我今天就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他猛地一拳把我爸打倒在地，然后捏紧拳头向我走来。赵荣，我是不是告诉过你不要找我爸妈麻烦？我惊怒交加，上前想跟他拼命。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10年前他患上癌症，公婆让他寻路，要不是我们家不肯放弃，他早就死了。治好后，他们家感激涕零，可现在公婆却得意洋洋，儿子就应该教训他们，真厉害！我趁老乡们护住我，狠踹了陈文聪几脚。婆婆瞪大眼睛指责我：你敢动我儿子，我非打死你不可！我冷笑一声，要不是我还有父母和女儿，我早就跟他家同归于尽了。我最后问他们：这房子你们是搬还是不搬？公公梗着脖子，坚决不搬。我儿子有出息，让你家倒贴，你有这本事吗？你一个黄脸婆，还想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？要不是你还能赚点钱，我家早就不要你了。呵，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我想过他们是想贪小便宜，心里不平衡，但没想到他们这么不要脸，想卸磨杀驴。好，我点点头。既然如此，我会告到你死。陈文聪丝毫不在意，随便你，别忘了你是我老婆。赵荣，这是你要负全责，是你厚此薄彼才会有现在的局面。儿子，理他干啥？他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他们一家人骂骂咧咧地进屋，我被气得七窍升天，差点晕了过去。陈文聪有恃无恐，就是断定我抓不到他的把柄，但伪造证件、欺骗国家工作人员是要坐牢的，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。当天下午，我就找人鉴定笔记和资料，既然是夫妻，那我也能处理共同财产。陈文聪好了后，就把公婆的房子哄到手，我要让他们也尝尝有家不能回的滋味。我找到老同学帮忙，请他尽快进行比对，又将公婆的老屋挂了出去。反正律师也说我们是夫妻，大不了赔点钱。房子顺利被卖了出去，是我在黑市找的买家刀哥，他再三向我确认：妹子，你可想好了，到时候要是想反悔，怕是不可能的。我坚定地点头，就是怕我丈夫过来闹，你们招架不住。他拍了拍头，笑声洪亮：我们也是懂法的，最不怕这种麻烦。哎，你既然要做绝，咋不去把他工作闹没，让他彻底混不下去？我们还提供保镖服务的。我没搭话，在心里把话记下了。当天我们就去办理过户，我将这笔钱转入女儿的账户里，让她好好收着。好在女儿懂事，她还想换个大房子，接我和父母一起去住。没过几天，公婆又到我爸妈面前蹦跶，炫耀陈文聪要把房子过户给他们。妈妈抹着眼泪问我：蓉蓉，是不是真没办法了？我安慰她：不会的，妈妈，我一定不会让他们把房子夺走。妈妈摇摇头：没关系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行，你压力不要太大。都怪我当初不该劝你为了孩子不离婚，
是我们看走眼了。我眼眶发热，忍不住哽咽。老同学还没来消息，我实在不忍心再让他们失望。爸妈失眠到半夜，妈妈一下气势汹汹要去陈家闹，一下又精神萎靡的不开心。女儿轮番给他们打电话，我也一直劝，他们才勉强去休息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陈文聪的公司，想要找他们领导。公司领导提起他，很是厌恶。本来公司怜悯他患癌，每年会给他加点补贴，后来好了就没再拨付。谁知道他怀恨在心，不仅工作吊儿郎当，还伪造发票，想要骗公司财务。因为被及时发现，没造成损失，公司放了他一马，让他主动辞职。他直接把公婆给搬了出来，天天在公司闹。公司没办法，只能先把他调到个清闲的岗位。跟你说实话，他在我们行业名声已经臭了。我眼睛一亮，您看我作为他家属，主动替他提出辞职行不行？公司领导摇摇头，非本人不能办理，除非他在公司 OA 里提起流程，我们要按照流程审批，避免劳务纠纷。那可真是太巧了。他的 OA 登录在我的电脑上，我和公司领导交换联系方式。赶回去的路上，老同学让我去所里。杨荣，这些资料都是伪造的，笔记也是，这绝对涉嫌犯罪。你拿着我的鉴定意见去派出所找谭荣，他是我朋友，毕竟夫妻一场，你们还是好好谈谈，我怕你后悔。这些天我对陈文聪的恨意与日俱增。如果是之前，我还会想维持住家庭和睦，现在我只想把他送进监狱改造。我问老同学，他还想把房子过户给他爸妈，肯定又是用这种手段。如果我等他过户完再报警，会不会加重对他的处罚？老同学震惊，但还是建议我不要如此。你的目的是离婚以及把房子夺回来，能让他坐牢最好，但还是不要做没把握的事。当然，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，肯定要加重的。我在心中考量。陈文聪给我发来语音：张荣，你凭什么把我家的房子卖了？我要把你全家都杀了！嘟嘟嘟，我打电话给爸妈，他们都没接。我心里一紧，陈文聪现在已经走火入魔了，爸妈怕是会吃亏，这可不得了。事实证明，刀哥确实不是善茬，根本不是2对3，而是20对3。刀哥的人把陈家围了起来，陈家和周边的老乡都吵遍了，也没人上前帮忙。陈家人想故技重施，赖着不走。刀哥他们白天轮流泼粪，晚上敲锣打鼓，让他们不得安宁。我爸妈也把老家的亲戚带了过来，他们知道我爸被女婿打了，房子也被占了，气愤不已。今天陈文聪骗我爸妈去陈家老宅，幸亏我爸妈机灵，我公公蹲在地上跟只小鸡仔似的，婆婆还想跟他们扯头花，被老太太们骂起来，差点把衣服都给扒了。再叫把你们扔马路牙子上，让你们脱光了当变态，反正你们没脸没皮。陈文聪被几个人压倒在地，我妈揪着他所剩无几的头发，巴掌疯狂地往他脸上扇。丧良心的玩意，还想软饭硬吃，我非得好好教训你，让你知道谁是老大。陈文聪被打得求饶，脸已经肿成了猪头，老宅变成了菜市场。刀哥气定神闲，在一旁抽烟。陈文聪口齿不清地让他爸报警，还叫嚣着有关系。刀哥慢悠悠地拨开人群，让他们别闹腾了。我妈双手叉腰，理直气壮：长辈打晚辈有什么打不得的？大不了就进局子蹲2天。婆婆气急败坏：你算哪门子的长辈？找人把我们打成这样，我一定要让你坐牢！我忍不住扑哧笑了。陈家人一看到我，脸色变得铁青，对我喊打喊杀：赵荣，
你这个毒妇，你要房子不成，故意使这种下三滥的招数。婆婆看我的眼神，恨不得杀了我。你赶快跟他们说，把房子还给我们，不然我让我儿子休了你。我耸耸肩，哎呀，这太合我心意了，我可巴不得离婚。反正房子已经卖了，想要回来是不可能的。老巫婆觉得我在嘴硬，当初你未婚先孕，死乞白赖地嫁给我儿子，现在舍得放手，我真让文聪跟你离婚，你敢去民政局吗？陈文聪缓过劲来，也蹦跶的老高。赵荣，我可怜你带着肚子，逼着我爸妈让你进门，你恩将仇报。你爸妈在我家住了那么多年，我没让他们数房租、水电费已经很好了，要套房子不过分。我狠狠地撞向他的肚子，你丧良心，是你扎破避孕套让我怀孕的，你吸干我爸妈的血，还给他们扣屎盆子，我跟你拼了！我们又陷入混战。不多时，警察到了，我坚称是家庭矛盾，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。陈文聪唧唧歪歪说认识他们所长，他们如果不管，就要去告状。几个警察很是淡定，哦，你去告吧，他去庐山所了，正好让他来给你处理。那他们在我家打人，你们都不管，你看看我和我爸妈被打成什么样了，还有我们家都被人占了。警察让他保持冷静。同志，是你发消息让你丈母娘他们过来的吧？还有，你说这房子是你的房产证呢？刀哥举手，警察同志，别听他瞎扯，房子是我的，证件齐全。刀哥他们没动手，只有我们两家扯皮打架。警察还是劝陈文聪做调解，你丈母娘年纪也大了，还有疾病，真出事你要负责的，而且这是别人家的房子，你们扯皮扯到人家这里来干什么？陈文聪气急败坏地指着我，是他故意卖我家的房子，我要告他犯罪，我无所谓道，你告呗，我处置自己家的房产能有什么罪？对了，最好让警察同志查一查，你哪里来的资格处置我爸妈的房子？陈文聪脸皮不自然地抽搐了几下，没再说话。最后，我们双方都被教育了几句。我招呼着亲戚们回家，路上家里人还嚷嚷着不能便宜陈家，我让他们不要激动，陈家肯定没好果子吃，但今天的事你们可不能再做了，又不是年轻的时候，万一摔了怎么办？我通过老同学和谭警官取得联系，他告诉我陈文聪肯定涉嫌诈骗，他会去调查。与此同时，我还查到陈文聪有一笔存疑的账，我不禁骂自己蠢，被他骗得团团转。他真是一挖全是漏洞，原来他和公婆在做假证生意。我收集好转账和聊天记录，陈文聪突然晃悠悠地回来了，看到我脸一垮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听到就是一乐，自然是等着看他笑话。这是我的房子，你莫不是脑子有病吧？他嗤笑一声，赵荣，你等着，有你求老子的时候。说完他就进了房间洗澡。他今日的心情似乎很好，还在里面唱歌。我的心情也很好。谭警官给我发来了信息，陈文聪还不知道自己要面临些什么。我开始了倒计时，他啪嗒啪嗒走到我面前，把我的车钥匙拿走。赵荣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去老宅给我爸妈磕头道歉，这事就算了。我抬眼轻蔑道，我也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向我磕头认错。他啧了一声，想过来拍我的脸，我侧身躲开。他一边往外走，一边高声打电话，喂，爸妈，我今天回去吃饭，再过1个月就要过年了吧？你们早点打电话给伯伯婶婶他们，今年接他们全到老宅过年。我撑着下巴，等待他开门时的表情。谭警官带着人站在门口，陈文聪一脸疑惑，你们是谁呀？我们是水路派出所的警察，
这是我的警官证，陈文聪同志，以你涉嫌一起诈骗罪，我们现在对你强制拘留，肯定有误会，你们认错人了。陈文聪讪笑着想把门关上，却被戴上手铐，他止不住大叫：赵荣，快来救我！有人冒充警察，我这才慢悠悠地过去。他不停地反抗，你们这些假警察，又没穿制服，又没文书，就想抓我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家可有公安局的朋友，到时候把你们都抓起来。真是个傻子！我怜悯地拍了拍他的脸，怎么会是假警察呢？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呀。他瞪大眼睛，颤抖道：你要干什么？我笑得前俯后仰。你做初一，我做15而已。你的那些材料经鉴定全是伪造的，你还骗了国家工作人员。陈文聪张嘴，眼神慌乱。你不能这样，我们可是夫妻。我提高声音问他，哪门子的夫妻？他不停地扭动，突然道：陈鑫，我们的女儿，她还想考公，你这么做是跟我们父女为敌。我不禁失笑，他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这是陈鑫最初的想法。现在他都已经在外企工作好几年了，我没有告诉他，他自以为把握住我的命门，又开始嚣张起来。赵荣，这次的事我不跟你计较了，赶快跟他们解释。我没理睬他，迅速接了家属通知书。他不可置信地大吼大叫：赵荣，你疯了吧？我可是你丈夫，你这么做有什么好处？警察同志，是他想搞我的钱，故意伪造证据，你们不能相信他。我在他耳边低语：对了，永嘉路胡同口你应该熟悉吧？你说我待会儿要不要跟你一起去派出所？一五一十地交代了。他张嘴，眼睛快要喷出火来。你妈个逼！赵荣，你个贱人，想害死我！他骂骂咧咧，被带出小区。在地下晒太阳的业主被他的吸引了目光，还有小孩因为他的大声叫嚷惊醒。你有病啊，叫得这么大声，要死了是吧？这人肯定是犯啥罪了，派出所的人都来抓他了。仔仔，你可不要向这种人学习，你看他满嘴脏话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你们是不知道，他那爹妈更不得了，前年就因为小区保安没帮忙提东西，那打砸骂的架势，他还逼着物业辞退人家。现在报应来了吧？陈文聪气得要命，不停反驳：你们这些乱嚼舌根长舌妇，不得好死！我根本没有犯罪，你们就是徇私枉法，故意帮赵荣打击报复。谭警官将他双手往上一拉，疼得他哎呦直叫唤。我落在后面拍了几张照片，公婆还不知道这件事呢。刚还收到婆婆发来的消息，让我学习3从4德，不要再继续忤逆他们，礼尚往来。我也该给他们一个回应，这是我给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。他们差点把我电话打爆，四处找人，想要托关系，可谁会理他们呢？陈文聪的朋友纷纷退避三舍。这些人在陈文聪生病的时候就这样，偏偏陈文聪舔着脸非要维持。公婆到处碰壁，终于知道外人靠不住了，又上门来找我：蓉蓉啊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何必非计较呢？文聪可是你丈夫，他坐牢，你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。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也要为欣欣想想啊，他也到了要找对象的年纪了。我冷哼一声，我女儿要是找这样的，还不如别结婚。婆婆看我不搭理他们，委屈地抹着眼泪，要给我下跪。孩子，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我就坐在沙发上，等他磕头。公公恨得咬牙切齿：赵荣，你别蹬鼻子上脸，这么多年，你就给陈家生了个丫头片子，想让我家绝后，我们都没和你计较。你竟然还敢报复我们！我冷漠道：你儿子得癌，生育能力都没了，我要真生了，你们也不敢认啊！公公被冲击倒，你个贱人！婆婆立马爬了起来，
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要不是娶了你这个丧门星，我儿子怎么会得癌症？他身体一向很好，就是你吸干了他的精气，给我们家生了个赔钱货，害他没儿子才会这样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，真是脑子有问题，自己都是女的，瞧不上我和我女儿，倒是别向我们伸手啊！既有又要的，真是犯贱！我直接给他们开了个直播，宝子们快来看看，现在都流行裹小脑了，有个吃软饭的儿子，全家吸我们的血，占我们家的房子，还嫌弃我和孩子是女人。一条视频发出，迅速爆火，不少网友支持我离婚，纷纷咒骂陈家人。我本来要注销掉的账号起死回生，迎来大波流量。公婆的亲戚们纷纷打电话骂他们做得太绝，连带着丢了亲戚的脸。公婆见状，爬上我们家的楼顶，他们威胁我要跳楼，还要让陈鑫以后在婆家抬不起头。苍天啊，这个毒妇不仅把自己丈夫害得坐牢，还带着人对我们2个老人拳打脚踢。老天不长眼，怎么不让他得癌症，把他给收了？他们天天闹腾，小区的人闲着没事，都拿着瓜子上来看戏。我发现了商机，给他们剪了无数条短视频，也有不少人骂我冷血。我就问他们，谁家要自杀，天天靠喊，还只敢扒着内侧的栏杆。等陈文聪找人替他取保后，我的账号已经靠他爸妈起死回生，家里换了一辆新车，他和他爸妈都憔悴了不少。回来之后，陈文聪把他爸妈硬拽下楼，还嫌事情不够大，都是你们2个老不死的撺掇我，都给我滚！公婆被骂得狗血淋头，你个不孝子，我们还不是为了你？陈文聪冷笑，为了我就把我家拆散，逼着我占自己岳父岳母的房子。他们家吵吵闹闹，我在一旁看戏。陈文聪哐当一声跪在我面前，老婆，我错了，都是我耳根子软。听了这2个老不死的话，求求你饶了我这一回。我在心中微叹，陈文聪真的很会装可怜。他第一次下跪也是为了让我救他，我救了，差点脱了一层皮。这次我不会再心软了。他见我无动于衷，又打电话给女儿，欣欣，你快帮爸爸说说好话，爸爸真的知道错了，现在就想跟你们好好过日子。女儿才不会帮他，你要点脸吧，没事就怪我不是儿子，有事就找我们给你擦屁股，我要是你就找个地方撞死。还有，我警告你和你们家2个老妖怪，你们再敢欺负我妈，我就把你们家的祖坟掘了，等你们一死，我就把你们的骨灰扬了，让你们不得超生。公婆脸色一变，瞬间破防，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我女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再嚷嚷我打死你们！老婆，欣欣，求求你们看在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把我捞出来吧！拘留所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呜，他趴在地上放声大哭，看出来了，可这就是我想要的。陈文聪哭着要把房子的名字改回来，他爸妈脸都绿了。那房子是我们的，你凭啥改？你从小就是个自私鬼，还把我们俩的房子骗走，你当初就该早点死。你们也是搞笑，老自私鬼指责小自私鬼，都给我滚出去！你敢！公婆想要上前打我，被陈文聪推倒在地。这一次，他的拳头转向了他的父母，他打得气喘吁吁，满眼哀伤地望着我。蓉蓉，你就那么恨我？这不是废话吗？好好好，你救过我一条命，我该把命还给你了。他把窗户砸碎，要跳下去，我赶紧跟过去，忍不住怒斥：你有病吧？你自己想死就去死，底下都是人，万一砸到了，你死100次都不够。说话间，便有人跑上来骂，物业也带着警察过来了。陈文聪坐在窗户上，公婆见机对警察大吐苦水，还要求把我抓起来
否则他们要跟着一起跳下去。楼道挤满不少人，跳啊，都跳了大半个月了。今天谁不跳，谁是孙子！傻逼玩意儿，做窗户干嘛？死了一了百了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别管他们家了，浪费你们时间和精力。陈文聪脸色难看，公婆拿着东西乱砸，你们这群狗杂种，有你们什么事？警察让周边的人不要起哄，真跳了是要负责的。我怕陈文聪脑子不好，把我拽下去。退后几步才道：没关系，警察同志，他们就是怂蛋，根本不敢跳。要真是大家起哄跳下去的，我一人出一封谅解书，感谢大家为民除害。他们哄堂大笑。这家媳妇也是心理强大，要我早被气死了。他们就是个白眼狼，好好的家不要，非要弄得鸡飞狗跳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升官发财死老婆，他就是故意折腾，想找给年轻的。陈文聪骑虎难下，一直威胁我：赵荣，你会后悔的。我跳了，我真跳了。我点点头，示意他快点。他纵身一跃，跳进房间。公婆指责他是软骨头。正巧女儿回来了，他们好似觉得有希望，围住女儿一个劲地说好话。陈文聪还要跟我抢女儿的抚养权。女儿迟疑了几秒，陈文聪暗自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：欣欣，爸爸知道以前委屈了你，我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。你是好孩子，这次一定。陈鑫甩开他的手，拿起扫帚就打了过去。你有病吧？我早成年了，你抢什么抚养权？我这次回来是为了把名字改成赵鑫的。陈文聪一脸懵逼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你是陈家人，恶心死了！要不是我妈，你坟墓前的草都几米深了。女儿做出呕吐的表情。这两个老不死的小时候就想把我扔掉，你也不是个好东西。妈和姥姥姥爷不在，就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，你干啥不行，还想作威作福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你们别想折腾我妈。陈文聪被打得连连后退，我眼眶发热。我总想给女儿一个圆满的家，但女儿其实受了不少委屈。他们不知道，欣欣回来之前曾跟我有过约定，如果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诚心诚意的道歉，那我们就罢休，但反之则不死不休。可陈文聪就是装的，而且装得很不好。他见我们吃了秤砣不帮忙，破罐子破摔的跑进厨房拿刀。既然不帮我，那我就带你们一起下地狱。陈文聪拿着刀子乱挥，女儿挡在我身前，有警察在，他怎么可能得逞？他红了眼想袭警，这下罪名又加了一条。公婆怕得要死，拼命往人群里挤，被里3层外3层的堵了。他们坐在地上撒泼打滚，说愿意放我一马。警察都被他们的厚脸皮惊呆了。不少业主拿出手机录视频、拍照，还有拱火的。警察不得已把我们都带去了派出所。陈文聪的取保候审被取消，又进了看守所。公婆死活不肯配合，我们把名字改了。我无所谓，不过是早晚的事。我的律师已经向法院起诉了，与之一起的还有我和陈文聪的离婚诉讼。陈文聪是板上钉钉的犯罪，加之房产局提供证据，法院判决房子改名无效，依旧是我父母的，同时准许我和陈文聪结束夫妻关系。判决结果出来的当天，我爸妈带着亲戚朋友把公婆从房子里扔了出去。公婆无处可去，还想赖上我。我给精神病院打电话，要以家属的身份送他们进去。他们被吓得屁滚尿流。其实他们不用着急，毕竟报应才开始，他们很快就能去陪儿子了。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。不出所料，他们一家3口在警局狗咬狗。陈文聪他妈情绪太过激动，导致脑溢血，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
但偏瘫了，亲戚朋友们都不肯接受，把他安置在乡下一个猪圈里，让他自生自灭。陈文聪他爸坚称自己不知情，假证都是他老婆和儿子做的，可惜证据确凿，容不得他抵赖。他和陈文聪一起上了法庭，两人在法庭互相攻击，像是对方的杀父仇人，被法院警告了好几次。陈文聪最后看向我，拼命叫我和爸妈，见我们没反应，又开始诅咒我们不得好死。他的话被一一验证到自己身上。陈文聪他爸嫌监狱的伙食不好，去偷狱友的东西吃，被打瞎一只眼。坐牢的第2年，陈文聪被检查出了咽喉癌，不能吃东西，只能硬生生饿着。他在牢里自杀了好几次，想让我们去看他，但我们过完年就随女儿举家搬迁了。后来我收到一封长长的忏悔信，他被活生生饿死了，希望女儿能为他收尸。可赵鑫只是我的女儿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